今天的美国军政高层哪里有拿破仑这样的军事天才呀？然而他们竟然还考虑同时和中国与俄罗斯对抗，那不是明明白白的自寻短见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面临100年未有之变局，美国同时对抗中俄，焉能不败？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关于中国威胁论和俄国威胁论的讨论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啊，已经从我们一定要打赢转向了我们可能打不赢。根据俄塔社14号的报道啊，说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查尔斯·理查德表示，我们第一次同时面对2个实力相当的对手，2个拥有核武器的潜在敌手。美国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美国历史呢不过200多年，对战略问题缺乏厚重感，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按照理查德的说法，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发展至少是个100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年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进程，就会发现理查德说的呢，其实也没有错。解放军在陆海空3军装备体系和战略支援装备的发展中，都表现出齐头并进的良好的态势，而且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平衡，没有出现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的情况。这是新中国一直以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却一直对社会主义制度心存偏见，看不到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理查德说啊，中国在常规武器、核武器、太空和网络战方面都取得了战略性的突破。这样的说法呢，多多少少还算客观吧。身为中国人，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领域的突破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方，不要说美国自己，就是绝大多数美国的盟国也认为，除了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具备全面而均衡的军事能力。在整个西方，除了美国之外，也只有法国同时在常规武器、核武器、军事航天和网络战这些方面具备全面的能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法国的这些能力是建立在大量进口美国的高端芯片、电子元器件，甚至是超级计算机整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在遭到美国严厉禁运的情况下，还能够把一大批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制造出来，把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和北斗导航卫星打上天去，把空间实验室发射到太空去，这确实是相当的匪夷所思啊！一个国家要想在这几个领域同时取得快速的突破，所需要投入的庞大的资金是可想而知的。想当年，美国就是通过星球大战这一高强度的军备竞赛，让苏联的财政不堪重负，最终崩溃。那么高强度的军备建设为什么没有让中国的经济崩溃呢？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其实啊，中国和前苏联在当年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苏联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那意味着它实际上能够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是比不上中国的。苏联的经济结构上也有很大的问题，除了能源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口产业。苏联后期还处在毫无节制的对外扩张之中，不但打了一场阿富汗战争，还向越南以及其他的盟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上述种种都给苏联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中国呢，既没有侵略外国，也没有在对外援助上做什么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把保民生放在首位，这样健康的发展理念绝不是美国故技重施就可以拖垮的。理查德特别提出，中国正在大幅度的扩张核武库。最近呢，甚至有美国高层研究人员指责中国已经把核弹头的数量扩展到了3000枚之多。美国拿出这样的数字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啊。小幅度的扩张核武库规模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困难。核弹头本身所消耗的核燃料的数量其实并不多。至于运载这些核弹头的导弹的本体，中国摸索出了一条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同样的固体火箭生产线
可以用来生产核导弹的推进部分，也可以用来生产小型的运载火箭，这样就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同时也保证了质量。其实呢，这正是美国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的道路。只不过美国的利益集团是盘根错节，政府和军队指挥不动资本，所以做不到而已。理查德在发言中还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装备里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体现出美国军队还在同时把中国与俄罗斯当作对手，这和大国竞争理念、接近对手理念是相吻合的。不得不说，美国军队在冷战结束以后的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打了太多的顺风仗，所以傲慢与狂妄的毛病是改不掉了。美国虽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同时对抗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在人类历史上一强对两强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拿破仑。拿破仑的一生打了无数的胜仗，先后击败过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等欧洲强国，但是最后因为树敌太多，耗干了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潜力，终于有了滑铁卢之败。今天的美国军政高层哪里有拿破仑这样的军事天才呀？然而他们竟然还考虑同时和中国与俄罗斯对抗，那不是明明白白的自寻短见吗？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